我答应了和发小一起转学，因为他总被霸凌。可最后一天，他反悔了。他朋友打趣，装了1个月被霸凌，就为了甩开哈利，不愧是你。不过哈利可是你发小，你真舍得让他一个人转学啊？丽娜不以为意，同城的学校能有多远？我早烦透他整天跟着我了，正好清静。那天我在门外站了很久，最终转身离开。只是在转学申请上，我没有填西林高中，而是填了父母想让我去的那所。在国外，似乎所有人都忘了，我和丽娜从一开始就是云泥之别。听到真相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狠狠颤了一下。过去1个月，丽娜、肖不是被打，就是被诬陷。我尽力护她周全，却总有疏漏。实在不忍心，我提议一起转学。那时丽娜刚被泼了冰水，精致的小脸惨白可怜，无助地拉着我的手。哈利，我不想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。我和丽娜是发小，从幼儿园开始就形影不离，10多年从未变过。更何况我心底还偷偷喜欢她，所以一时冲动，我答应她，别怕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可直到现在，我才知道，她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赶走我的一场戏。我不禁想，丽娜，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包厢里的声音还在继续，哈利对你可是死心塌地，现在让他转学，不怕他喜欢上别人？丽娜嗤笑一声，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为了我，他连群殴都敢拦，被打得鼻青脸肿都没退一步，你说他会不会不喜欢我？有人小声嘀咕，可万一呢？哈利看起来可不像善茬。丽娜语气懒洋洋的，艺高美女不少，你见她看过谁一眼？语气难免带上轻蔑。整天就知道跟着我，舔狗都没她这么粘人。尖锐刺耳的笑声在包厢响起，像一记耳光甩在我脸上。我想离开，双脚却惯了铅似的，逼我听下去，痛下去。有人啧啧称奇，亲手推开喜欢自己的人，我还是头回见，姐们牛逼。不过你嫌哈利粘人，直接告诉他不就好了？他看起来不像会纠缠的人。丽娜啧了一声，语气烦恼，哈利太固执了，直说肯定没法轻易让他走。接着话锋一转，而且麦克看到他总自卑难过，我陪着才好点，为了麦克，只能委屈他一阵子了。话音落下，众人顿时了然。丽娜决定装被霸凌，正是在麦克转来艺高的1周后。有人笑骂丽娜，小狐狸精，人家才转来就喜欢上了。不过麦克确实帅，性格也温柔，女生心动正常，不像哈利，冷冰冰的，拒人千里，再帅也白搭。对我的肆意点评如潮水般涌来，一浪高过一浪。而我偷偷喜欢多年的丽娜，没有阻止，没有反驳，甚至偶尔附和。我站在门外，心沉入无边深渊，空荡、沉重、窒息。有一瞬间，我想冲进去质问丽娜，问她为什么骗我，问她看我为她挨打时，有没有过一丝愧疚或心软，问她做这些时，有没有想过我们10多年的情分。可最终，妈妈的话在耳边响起，不要做多余的事。人不会一瞬间改变。我转身，离开了那个包厢。迟钝的痛感细细密密地传来。原本我不该这么难过的，我告诉自己不过是朋友的背叛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朋友这条线是丽娜先越界的。决定一起转学那天，她拉我去酒吧喝酒，庆祝解脱。暖媚的灯光流转，我看着偷偷喜欢多年的人，有些恍惚。所以当她吻上来时，我没有拒绝。压抑多年的情愫瞬间失控，我情难自已，脱口而出，丽娜，我们现在算什么？丽娜又亲了亲我的唇，嗔怪，傻子，还能是什么？包厢里响起起哄声，气氛暖媚，如我躁动的心。不曾想，仅仅2天后，我就听到丽娜亲自打碎了我的一厢情愿。我笑了，眼泪却不受控制地流下。所以那句暧昧的反问，也是丽娜为了麦克哄我快点转学的手段，对吗？风铃轻响，吹干了我的泪，破碎的心也慢慢愈合。丽娜错了，
她不过是萧家见不得光的私生女，而我却是蔡司家唯一的继承人，本就不该纠缠。因为不配。手中的转学申请被泪浸湿，墨迹晕开，纸张脏污。但没关系，这张脏了，换一张干净的就好。蔡司家最不缺的就是选择。我重新打印了一张表格，却在填写转入学校那一栏时，拨通了妈妈的电话。妈，之前您想让我出国读的是哪所高中？对，我一个人去。屋内的风铃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，仿佛在为我庆祝。我微微闭眼，这次眼前浮现的不再是丽娜的脸，眉眼和丽娜有几分相似，却更温柔明艳的女人对我微笑，语气和2年前一样笃定认真。哈利，早晚你会放弃丽娜，选择我。当时我只当是玩笑，如今我在心里默念，丽娜，我真的不要你了。填好新的申请表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内心一片平静。这时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，我愣住，这房子向来只我一人住，而知道密码的只有。打开门，果然是丽娜，她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，哈利，你好久没来找我们了，我担心你。我强装镇定，身体不舒服，不去了。正要打发他们走，余光却瞥见一个意想不到的身影。怯懦又矫情的麦克缩在丽娜身后，和我视线相对时，微微一颤。丽娜时刻关注着他，立刻握住他的手。哈利，你吓到麦克了。又来了。麦克总摆出一副柔弱不堪的模样，仿佛我是什么穷凶极恶的霸凌者，对他做了十恶不赦的事。可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冷下脸，我说过，不喜欢别人来我家。丽娜微蹙眉头，有些不悦，麦克不是外人，而且他也是担心你。不等我反驳，麦克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哈利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看不起我，但我每天都有洗澡的。他满脸委屈的补充，不会弄脏你家。丽娜一听，立刻蹙眉，不满地看我。哈利，麦克只是家境不好，人没你想的那么不堪。你这样，太让我失望了。麦克怯怯低头，善解人意。丽娜，我没事，别和哈利吵了。他吸了吸鼻子，露出委屈又坚强的笑。反正哈利说过你们是发小，我哪比得上？胡说什么呢？你才是独一无二的。丽娜柔声安慰他，然后转向我，面若寒霜，语气沉重。麦克不舒服，我先送他回去，你好好反省一下刚才的行为，别忘了，转学申请还需要盖章。我确实认真反省了自己看人的眼光，然后去修改了大门密码，心中的郁气总算舒缓了些。第二天，我拿着新的申请表到学校盖章，看着那枚象征离别的鲜红印章稳稳落在纸上，我的心空了一瞬。我正出神，有人挡在面前。丽娜微蹙着眉，哈利，你家密码换了吗？昨天我送麦克回家后立刻去找你，结果门都打不开。我打断他，言简意赅，换了。他有些不悦，却一副无事发生，依旧亲昵的语气问道，新密码多少？我好去你家照顾你。我平静回答，不用，转学后我不会住那里了。丽娜看着我手中折起的申请表，恍然，差点忘了。放心哈利，我明天就来盖章。这样并肩闲聊的时光，在麦克转来一高后，变得越来越少。我闭了闭眼，纵容心底那点不舍，试探，我们之间，我没什么不放心的。丽娜沉默良久，突然说，哈利，其实我……麦克突然从他身后冒出来，抱着一摞笔记本，亲昵的抱怨，丽娜，不是说好给我补习吗？怎么突然跑了？说着，把笔记本递给丽娜。我看到补习计划都排到2个月后了，就提前准备了对应的学习资料。然后俏皮的眨眨眼，不许怪我偷看哦。当然不会，丽娜的笑容有些勉强，心虚的瞥了我一眼。见我没反应，她竟有些隐隐的失望，所以一边推开我，一边早已和别人规划未来。只是她的未来里从未有我。我脸上强撑着体面，心底却苦涩弥漫，如晦暗沉重的酒。指甲掐进掌心，逼自己清醒。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
麦克仿佛才看到我，吓了一跳。哈利，你是不是因为我和丽娜一起学习，生气了？可我家里穷，请不起你那样的家教。说着，竟又带上了哭腔。我不想配合演出，冷声道：让开。丽娜脸上那点微末的愧疚顿时消失，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语气灼人。哈利，你什么态度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她拽着我到麦克面前，命令给麦克道歉。心底最后一块净土，无声碎裂成灰。这一次，我没有犹豫，抬手狠狠给了丽娜一巴掌。丽娜，该道歉的是你，但不是对麦克，是对我。4. 我将丽娜过去10多年送我的东西一件件整理出来。18岁生日送的领带，我带去学校一次后，没过多久，就在麦克脖子上看到了同款。他红着脸说，丽娜说，别人有的，我也要有。限量版手办的包装盒，手办被丽娜拿走，说喜欢我常用的古龙水味道。可第二天，我就看见它摆在麦克桌上，还有成人礼的定制皮鞋，靛蓝香薰。所以，我曾以为独一无二的馈赠，早已被丽娜同样给了别人。不，甚至不是同样。想起丽娜对麦克小心翼翼的呵护，毫无底线的偏袒，我唇角勾起嘲讽的弧度。既然如此，这些东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订了第二天清早的机票，我准备度过最后一个安静的夜晚。凌晨2点，被电话惊醒，睡眼朦胧的接起，对面却沉默着。正要挂断时，丽娜的声音响起：哈利，对不起。我瞬间清醒，她终于打算坦白了吗？丽娜低声说，麦克受伤了，我走不开，转学手续晚点再办。高悬的心重重砸在地上，狼狈又可笑。我突然想问丽娜，那我因你装被霸凌而受的伤呢？可丽娜还在说，道歉。我以为听错了，什么？丽娜语气坚定，哈利，你确实该向麦克道歉。你敢说他受伤和你无关吗？我突然失语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涉及麦克，我呼吸都是错。丽娜再次开口，声音脆了冰，哈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只要你道歉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，2个月后和你一起转学。你真要任性到丢掉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吗？我听出他话里的威胁，可我不再不甘，不再难过，只剩疲惫和厌恶。我利落地挂断电话，拉黑删除，由衷期待明天的航班。异国风景清新，有人径直来找我。肖家真正的大小姐冲我微笑，哈利，好久不见。我伸手，笑容明朗，劳拉，别来无恙。手机响起，打断了我们的寒暄。划开接听，却发现是丽娜的朋友。疑惑接起，丽娜的声音传来，带着不易察觉的焦急。哈利，你转去西林高中几班？为什么他们都说没见过你？